2022年8月的某个夜晚，在伊朗的海域上空，4个不明飞行物悄然现身。它们没有翅膀，没有尾焰，没有任何一架人类飞行器该有的特征，却在漆黑的夜空中排出了一个整齐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编队。4架不多不少，就像4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正在执行一场我们完全看不懂的任务。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这段画面并不是某个阴谋论者伪造出来的，也不是哪个民间 UFO 爱好者拍到的模糊录影，它来自美军的红外线感测器，被美国国防部亲手盖上了机密的印章，锁进保险库整整3年多，直到2026年5月，它才随着第2批 UFO 解密档案一起摊在了全世界的面前。而几乎在同一批档案里，还藏着另一段更加炸裂的影片。画面中，一架美军的 F-16 战机对着一个钻石形状的不明飞行物扣下了扳机，那个物体在空中瞬间爆炸，碎片四散，像一场无声的烟火缓缓坠落。问题就在这里了，美军到底击落了什么？如果那只是一颗迷航的气球，何必动用战机的武器系统？而如果那根本不是气球，美军这惊天动地的一枪，会不会已经惹下了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承担不起的大祸？别急，这个故事的每一层都比上一层更让人不安。我们慢慢往下挖，先说说这批档案到底是怎么来的。事情要从2026年的年初讲起。美国总统川普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政府把手里握着的不明异常现象资料分批向公众公开。注意，这里用的词是不明异常现象，英文缩写是 UAP， 这也是如今美国官方对 UFO 的正式称呼。在过去几十年里， UFO 这3个字几乎等同于民科，等同于小报头条，等同于茶余饭后的笑谈。可是这一次，美国国防部居然大大方方地把 UFO 这个词直接印在了官方网站的网址上。2026年5月8号，第一批档案上线了，总共160多份文件。这里面有美国国务院几十年前的老电报，有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笔录，有 NASA 载人太空任务的逐字记录，最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紧接着，在5月22号，第2批档案来了，这一批更猛，足足222份，里面包含6个 PDF 文件、7段音档，还有50多段过去被列为最高机密的影片。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些档案长期以来引发了外界无数的揣测，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人民亲眼见证了。我们先把一个数字记在心里，美国国防部后来公布，自从这个 UFO 网站上线以来，访问量已经超过了10亿次。10亿次，这不是娱乐新闻的流量，这是全人类用滑鼠投出的一张张选票。每一次点击背后，都是一个压在心里很久很久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孤单的？而美国国防部还说了，第3批档案正在整理当中。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一个对这个话题遮遮掩掩了几十年的政府，会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背后其实有一段很长的铺垫。早在2022年，美国国会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负责解密这类资料。到了2024年，这个办公室第一次提出了报告，揭露了数百起新的 UAP 事件。而真正让事情加速的，是一位名叫鲁纳的共和党众议员。他在2026年3月曾经亲自致函要求政府公布那些由吹哨者所指出的总共46起 UAP 事件的影片。注意这个细节，这46段影片是有内部人员专门点名要求公开的。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影片正是夹在五角大厦陆续公布的档案当中。换句话说，这场解密不是政府心血来潮的善意，而是被国会、被吹哨者、被一股压不住的力量一步一步逼出来的。除了军方的影片，这2批档案里还有大量联邦调查局的文件，那些内容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其中一份是 FBI 对一名自称无人机飞行员的人士所做的采访记录。这名飞行员在2023年9月报告说，他在天空中看到了一个线状的物体，它发出的光线非常非常明亮，亮到他甚至可以看清楚光线里的条纹。根据 FBI 的记录，这个物体在天空中可见了大约5到10秒，然后光线熄灭，物体也随之凭空消失。还有一份被五角大厦列为最具说服力案例之一的报告，
指出曾经有多名联邦雇员在美国西部连续2天多次观测到一种透明的风筝形状的物体。这些目击者不是喝醉了酒的路人，他们是无人机飞行员，是联邦雇员，是受过训练，懂得如何观察天空，并且知道说谎要付出代价的人。好，背景交代清楚了，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对准那段最让人血脉奔张的影片，也就是 F-16 击落 UFO 的瞬间。根据档案的记录，这起事件发生在2023年2月12号，地点是美国密西根州的休伦湖上空。画面是一段红外线影像，黑白的，冷冰冰的，可是看过的人都说后背发凉。影像里，一个不明物体出现在湖面的上空，外观呈现出非常清晰的菱形，也就是钻石的形状。一架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的 F-16 战机迅速逼近，锁定了它。然后五角大厦在说明里用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词，武器系统。战机用所谓的武器系统命中了这个物体，物体在空中突然爆裂，喷散出大量疑似碎片的东西，向四面八方飞溅。听起来很干脆，对不对？一架先进战机，一枚飞弹，一个目标，干净利落的解决。可是当你把这起事件放回到它发生的那个时间点，你就会发现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简单。2023年2月初是什么样的时间点？就在这起休伦湖事件的前几天，美军才刚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上空击落了一个巨大的气球状飞行物。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美方怀疑那是来自中国的间谍气球，中方则承认气球确实来自中国，但是坚决否认是用来做间谍的。一时之间，整个北美的天空风声鹤唳，雷达操作员的神经绷到了极点。也正是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氛围里，休伦湖上空那个菱形物体撞上了枪口，于是最官方的解释出现了，美军把它一并归入那场气球风波，当成可疑入侵物处理掉了。可是真的是气球吗？你见过钻石形状的气球吗？你见过一个被飞弹击中之后会在空中爆裂成无数碎片的气球吗？气球被打中应该是瘪下去，是漏气，是缓缓飘落，而不是像影片里那样发生一场结构性的爆炸。一个普通的探测气球承受不起这样的场面，所以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那个让人坐立难安的问题。如果休伦湖上空那个东西不是气球，那它是什么？而如果它不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造出来的，那么美军对着它扣下扳机的那一刻意味着什么？这已经不是拦截一颗气球了，这是人类第一次有官方影像记录地对着一个来历不明的智慧造物开了火。我们再回头看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细节，那就是五角大厦在描述这件事的时候所选择的用词。在那段被部分遮蔽的档案记录里，影片的标题写着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的 F-16C 在2023年2月12号于休伦湖上空用武器系统击落了一个不明空中现象。请注意，他们没有说击落了一个气球，他们没有说击落了一个探测器，他们用的词是不明空中现象。也就是说，连美军自己的官方档案都承认他们在那一天打下来的是一个他们无法归类、无法解释的东西。一个官方都说不清楚是什么的物体，却被一架战机毫不犹豫地打成了碎片。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人脊背发凉了。而那个爆炸的方式也藏着线索。影片里那个钻石型物体被命中之后，不是被点燃，不是被穿透，而是发生了一场结构性的解体，疑似碎片的物体向四面八方飞溅。一颗气球被高速飞弹击中，多半是被气流撕开，然后瘪掉。可是一个会在空中炸裂成无数碎片的物体，它的内部必然有某种结构、某种材质、某种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它坠落了，它的残骸理论上应该散落在休伦湖的湖底或者岸边。那么这些残骸被谁收走了？被送去了哪里？被谁研究了？档案再一次选择了沉默。在人类的历史上，向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对象动手，往往就是大祸的开端。如果那个钻石型物体背后真的有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文明在操控，那么美军这一枪到底是一次无关痛痒的误击，还是一封寄给整个宇宙的宣战书？我们不知道，档案没有给答案，
档案只是冷冷地把那段爆炸画面放在了我们眼前。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到伊朗，让我们重新看一次那4架在伊朗海域上空编队飞行的不明物体。请你仔细想一想编队这2个字的分量。一只迷路的气球不会编队，一群受惊的飞鸟会乱成一团，也不会排出整齐的队形。大气中的光学折射、无线电的杂讯干扰，这些自然现象更不可能在夜空里摆出一个4角的方阵。编队飞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意图，意味着有指挥，意味着有协同，意味着这4个物体之间存在某种我们看不见的通讯与默契。他们知道彼此的位置，他们在朝着同一个目标移动，他们像一支舰队。更值得玩味的是地点，为什么偏偏是伊朗？为什么偏偏是波斯湾这片海域？要知道，这片区域是全世界最敏感的军事热点之一，美军的航空母舰常年在这里巡弋，伊朗的革命卫队在这里虎视眈眈，无数的战机、军舰、雷达站把这片天空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在这样一片最不可能被忽视的天空里，4个不明物体大摇大摆地排队飞过，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或者说是一种展示。他们是在展示什么？是在展示自己根本不在乎人类的雷达，是在观察这片海域上人类最尖端的军事力量，还是说他们对人类在波斯湾即将爆发的某种冲突产生了兴趣？我们再多想一层，一支真正的舰队，它的编队不是随便排的，队形本身就传递着意图，是进攻队形，是巡逻队形，还是侦察队形？人类的海军、空军，每一种队形都有它的战术含义。那么，这4个不明物体在伊朗海域上空排出的那个队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队形？如果我们连他们为什么要排成那个样子都看不懂，那就说明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就像一群第一次看到飞机的原始人，我们能看见它在飞，却完全猜不透它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而且，伊朗的天空从来就不是一片平静的天空。除了2022年这次编队事件，除了我们待会儿要重点讲的1976年那场惊天动地的遭遇，在这之间的几十年里，伊朗的飞行员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报告过，自己在空中追逐那些快速移动的发光物体。有一些记录发生在2004年前后，当时伊朗的战机雷达捕捉到了异常的目标。还有一些记录发生在2012年，伊朗官方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一向很微妙，他们有时候会解释成雷达故障，有时候会解释成老旧飞机因为西方禁运缺乏零件维护而出的意外。这些解释，单看每一个，似乎都勉强说得通。可是当同一片天空在半个世纪里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类似的剧本，当伊朗的飞行员、伊朗的雷达操作员一代又一代地报告着同样的东西，这个巧合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这些问题听起来很科幻，可是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会告诉你，伊朗的天空和不明飞行物之间的纠缠并不是从2022年才开始的，它的源头要追溯到整整半个世纪以前。那是一个被全世界 UFO 研究者公认为有史以来证据最扎实的案例之一。时间回到1976年的9月19号凌晨，地点依然是伊朗，依然是德黑兰的夜空。那一夜，德黑兰的大多数市民都已经睡熟了，可是有几个没睡的人抬头看到了天上一个无法解释的东西，一个发出耀眼红光和黄光的物体悬在城市的东北方。从凌晨12点半开始，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陆陆续续接到了4通市民打来的电话，4个互不相识的人描述着同一个东西。值班的塔台管制员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那不过是一颗特别亮的星星或者一颗流星。可是当他自己拿起双筒望远镜朝那个方向望去的时候，他的态度立刻变了。他看到的那个发光物绝对不是星星，也绝对不是任何一架他认识的飞机。管制员不敢怠慢，立刻向上级报告。消息一路传到了伊朗皇家空军的指挥部，一位代理副指挥官亲自拿起望远镜观察，他得出了一个让他自己都心惊的结论：这个东西似乎不属于这个地球。于是命令下达了，沙鲁赫空军基地立刻起飞一架 F4 幽灵战斗机前去拦截。要知道 F4 幽灵式战机
是当年美国卖给伊朗的最先进的战机之一。伊朗空军对它的性能了若指掌。第一架 F4 在凌晨1点半左右升空，朝着德黑兰以北大约40海里的方位飞去。那个发光物到底有多亮？档案里写着，这架战机在70英里以外就已经能够轻松地用肉眼看见它，这已经不是一般飞行器能达到的亮度了。战机越飞越近，可是就在它逼近到距离目标大约25海里的时候，怪事发生了。F4 座舱里的所有仪表、所有的通讯设备、无线电、导航系统，在同一瞬间全部失灵。飞行员一下子变成了瞎子和聋子，他与地面断了联系，他不知道自己的航向，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飞得有多高。在那个漆黑的高空，那种恐惧可想而知。飞行员当机立断，放弃拦截，掉头返航。而最诡异的是，当他调转机头飞离那个物体一段距离之后，所有的仪表和通讯竟然又一件一件的自己恢复了正常。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那不是飞机本身的故障。如果是故障，怎么可能在你靠近它的时候坏掉，在你远离它的时候又修好？这分明是那个物体在主动的有选择地控制着 F4 战机的电子系统。但是故事还没完，指挥部不甘心。凌晨1点40分，第二架 F4 幽灵战机升空了。这一次，后座的武器官在27海里的距离上成功的用雷达锁定了那个物体。注意，雷达锁定，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它证明了那个东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理实体，不是幻觉，不是错觉。雷达波打上去是有实实在在的回波的。第二架 F4 继续逼近，然后和第一架一样的命运降临了。当它靠得太近，仪表和通讯再次集体罢工。但是这一次，飞行员贾法里少校还是凭着肉眼死死地咬住了那个发光物。接下来他所目睹的景象彻底改写了这个案例的性质。他看到从那个巨大的主体物体上分裂出了一个更小的发光物，这个小物体高速的、笔直的朝着他的 F4 战机飞了过来。在那一刻，飞行员的本能战胜了一切。他决定先发制人，他伸手去按下发射飞弹的按钮，准备向那个冲过来的小物体开火。可就在他按下按钮的那一瞬间，他的整个武器控制系统毫无预兆的完全死机了，飞弹发射不出去。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那个画面。一名训练有素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生死关头想要扣动扳机保护自己，可是他手中最致命的武器在那个物体面前变成了一堆毫无反应的废铁。那个小物体并没有攻击他，他只是在他面前绕了一圈，然后又飞了回去，重新和主体物体合为一体。紧接着又有另一个物体从主体分裂出来，高速向地面俯冲而下。飞行员以为他要坠毁了，可是他在接近地面的时候竟然平稳地停了下来，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把那一片地面照得如同白昼。整个过程被雷达记录，被多名飞行员亲眼目睹，被机场塔台确认。事件结束之后，美国国防情报局整理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分发名单足以说明它的分量。白宫、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全都收到了副本。后来在1977年，伊朗空军一位高级将领在接受采访时也亲口证实了那二架 F4 遭遇的强烈电磁干扰是真实的。他说他们都被紧急派出去，都锁定了目标，可是他们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干扰，然后他们几乎失去了飞机上所有的航电系统。这就是著名的1976年德黑兰 UFO 事件。半个世纪过去了，怀疑论者试过用各种方法去解释它。有人说那是木星，有人说那是流星，有人说那是飞机的零件老化，可是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能够同时说清楚这几件事。雷达的锁定，多架战机在不同时间段的仪表集体失灵，武器系统的精准瘫痪，以及那个会分裂出子体又会重新合体的主体。让我们再多停留一会儿，仔细想想这个案例为什么如此特别。在所有的 UFO 事件里，最容易被推翻的就是那种只有单一目击者，只有模糊照片的案例。一个人看花了眼，一张照片是假的，这太容易发生了。可是德黑兰这一页几乎集齐了所有最难反驳的要素。
第一，它有大量的目击者，从打电话的市民，到塔台的管制员，到指挥部的副指挥官，到2架战机上的4名机组人员。第二，它有雷达的硬证据，那个物体是被雷达实实在在锁定过的。第三，它有可重复的物理效应，2架不同的战机在不同的时间靠近就失灵，远离就恢复，这种规律性是任何随机故障都无法解释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有完整的官方文书链条。事发当天，初步的报告就被传到了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后，美国国防情报局整理出的那份报告分发给了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一个假事件不可能惊动这么多最高级别的部门，并且让他们认认真真的存档几十年。正因为证据如此扎实，所以这个案例在 UFO 研究的圈子里有着无可撼动的地位，它几乎成了一个标准。后来许多军方对 UAP 事件的调查和报告方式都是参照着德黑兰这个案例来建立的。换句话说，1976年德黑兰那一夜不只是一次目击，它还教会了人类该如何严肃的、有纪律的去记录一次和未知的相遇。现在，请你把1976年德黑兰的这一夜和2022年伊朗海域上空那4架编队飞行的 UFO 放在一起看，同一片土地，同一片天空，相隔将近50年，不明飞行物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伊朗。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我们继续往这批档案的深处挖。第2批解密文件里还有一份被严重涂黑的情报报告，但是即使在那些黑色的涂抹之间，也透露出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报告记录了一场追逐，13架战机同时试图追捕一个在空中被发现的不明物体。13架，这不再是1、2架战机的偶然遭遇，这是一场规模庞大的围捕行动。档案里还提到，有苏联制造的战机描述了追击未知物体的经过，也就是说，这场与不明飞行物的捉迷藏从来就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利。冷战的2大阵营，东方和西方，都曾经派出过自己最精锐的战机去追那些他们根本追不上的东西，而档案里对这些物体的描述更是颠覆常识。雷达追踪报告把这些 UFO 的形状描述为星形、球体还有火球。其中一份关于疑似目击事件的报告写道，那个物体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高度上下移动，并且补充说它发出白色的光。我们的影片标题里有4个字：急速转弯。你现在应该明白这4个字是怎么来的了。一个普通的飞行器，无论是战机还是飞弹，它的转弯都受到物理定律的死约束，速度越快，转弯的半径就越大。因为机身要对抗巨大的惯性，飞行员的身体也要承受恐怖的过载。可是这些 UFO 呢？它们可以在高速飞行中突然急停，可以做出近乎90度的直角转弯，可以瞬间从静止加速到雷达都跟不上的速度。如果这些记录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他们要么掌握了某种我们完全不懂的推进方式，要么能够以某种方法操控自己周围的惯性和重力。而标题里还有2个字：变形。在不同的目击记录里，同一批物体有时候被描述成球体，有时候被描述成椭圆形，有时候又聚合成三角形。它们似乎不是一个固定形状的硬壳，而是某种可以改变外形，可以彼此分裂又彼此融合的存在。1976年德黑兰那个会吐出子体又收回子体的主体，不就是最早的变形记录吗？我们不妨认真的把这几种能力放在一起算一笔账。第一，无声。这些物体在飞行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听见它们发出引擎的轰鸣。可是人类所有的飞行器，只要产生足够的推力，就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噪音，这是物理上躲不掉的。第二，没有可见的推进，它们没有螺旋桨，没有喷射的尾焰，没有任何我们能辨认的动力装置，可是它们却能做出最剧烈的机动。第三，极端的环境适应。那位现役情报官员描述他看到的物体温度极高，而其他记录里的物体又可以在大气层内外自由穿梭。第四，也是最让工程师头皮发麻的一点，就是那种瞬间的加减速和直角转弯。把这4点加在一起，你会得到一个很可怕的结论。要做到这些，一个飞行器几乎必须能够摆脱惯性的束缚。
惯性是什么？惯性就是一个有质量的物体会顽固地保持它原来的运动状态。你在高速行驶的车里急刹车，身体会猛地往前冲，那就是惯性。一个物体飞得越快，质量越大，它的惯性就越恐怖。任何一个按照我们已知物理规则制造出来的飞行器，如果在高速中做出直角转弯，机身会在那一瞬间被自己的惯性撕成碎片，里面的驾驶员更是会被压成肉泥。可是这些 UFO 做到了，而且做得轻描淡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背后的科技可能已经触碰到了我们连教科书都还没写到的领域，比如说操控时空本身，或者用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法抵消掉质量带来的惯性。这已经不是飞得比我们快的问题了，这是他们所遵循的，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一套物理规则。当我们的 F4 战机在1976年的德黑兰眼睁睁看着仪表一件一件失灵的时候，当我们的 F16 在2023年的休伦湖扣下扳机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在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去试探一个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对手。说到三角形，我们就不得不讲第二批档案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不是几十年前的老档案，它新鲜的烫手，它记录的是2025年年底，也就是不久之前才发生的事情。文件的主角是一位现役的职位很高的情报官员，他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经历。那一天，他和机组人员乘坐一架军用直升机，正在执行任务，调查之前发生的一起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没想到，他们自己撞上了一场持续1个多小时的近距离的接触。他在文件里写道，在远处，他们看到无数的橙色光球在山峦的映衬之下向四面八方涌动。这种景象持续了几分钟之后消失，但这还只是开胃菜。紧接着，他和飞行员用肉眼清清楚楚地观察到2个巨大的光球并排亮起，靠近了他们的直升机，然后静止不动，就悬停在他们右侧旋翼盘的正上方。他描述那2个光球呈椭圆形，是橙色的，中心是白色或者黄色的，并且向四面八方发出光芒。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架载着人的直升机，旋翼还在头顶高速旋转，而2个发光的巨大物体就静静地悬在旋翼的正上方，近得仿佛伸手可及。这位见惯了大场面的高级情报官员在文件里承认，他和机组员看到这些景象之后几乎说不出话来。最后，那些飞行器在他们眼前呈椭圆形，温度极高，低空高速移动，慢慢的聚合成了一个三角形，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橙色的光球聚合成三角形。记住这个画面，因为它会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另一段故事里再一次出现。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天空移到一个更遥远也更深沉的地方，我们去看看那些被解密的、跨越了70多年的老档案。第2批文件里有一份长达116页的报告，这份报告记录的是1948年到1950年之间发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桑迪亚地区的事情。桑迪亚是什么地方？那里有一座极度机密的军事设施，在那短短2-3年的时间里，这座设施的周边发生了多达209起的目击事件。目击者们描述他们看到的东西是绿色的球形体，是圆盘，是火球。他们做出各种激动、飞离、消失，甚至爆炸。新墨西哥州这个地名是不是有点熟悉？没错，1947年那场举世闻名的罗斯威尔事件，传说中那架坠毁的飞碟，地点就在新墨西哥州。而新墨西哥州还有另一个身份，它是人类核武器的摇篮。第1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就在这片土地上进行，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无数研究者都感到背脊发凉的规律。如果你把过去70-80年里那些最可信的 UFO 目击事件在地图上一个一个标出来，你会发现它们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它们高度集中在几类地方：核武器设施的周边、核电厂的上空、洲际导弹发射井的附近，以及军事冲突的最前线。桑迪亚的核设施吸引了209次目击。德黑兰这座戒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半个世纪以来不断有 UFO 造访，而2022年那4架编队飞行的 UFO 出现在波斯湾这个火药桶的上空。第2批档案里，美国国防部还特别提到，这些影片里有许多发生在2018年到2023年之间。
地点位于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责任区内，其中就包括在波斯湾上空发生的遭遇战。不明飞行物似乎对人类手里最危险的玩具，也就是核武器，怀有一种近乎执着的兴趣。他们也似乎对人类即将互相厮杀的战场格外的关注。这背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意图？是在监视我们？是在评估我们的危险程度？还是在阻止我们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蠢事？没有人能回答。我们只知道，每当人类在地球上玩火的时候，天上总有一些眼睛在静静地看着。关于这种对核武器的兴趣，其实还有更具体的记录。在过去几十年里，曾经有不止一位美国的退役空军军官公开站出来作证，他们说自己当年在洲际导弹基地服役的时候，曾经亲身经历过不明飞行物出现在飞弹发射井的正上方。而最诡异的是，每当这些物体出现，地下的飞弹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失去战备状态，整批飞弹同时离线无法发射。这件事如果你细细品味，会品出一种近乎含义的意味。如果这些记录是真的，那就说明那些不明飞行物不只是在看，他们甚至有能力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直接让人类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暂时失去作用。他们对德黑兰 F4 战机武器系统做的事情，和他们对飞弹发射井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不是同一件事？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规律。假如你是一个来自遥远星系的观察者，你飞了很远很远的路，来到一颗陌生的行星，你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你最想知道的一定是这颗行星上的智慧生命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到底有没有危险，到底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把自己连同这颗星球一起毁掉。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会去看什么？你不会去看人类的菜市场，不会去看人类的学校，你会直接去看人类手里攥着的威力最大的那件武器。核武器就是人类文明等级的一张成绩单，也是一张病危通知书。从这个角度看， UFO 70-80年来对核设施和战场的执着巡视，就有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合理性。他们可能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评估这个刚刚学会了自我毁灭的年轻物种，到底还值不值得继续观察下去。而2022年伊朗海域上空那4架编队，会不会也是这场漫长评估的一部分？他们飞去波斯湾，是不是因为他们察觉到那片海域上空人类的火药味又一次浓了起来？如果说桑迪亚的核设施让 UFO 飞到了我们的家门口，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会告诉你，他们的足迹甚至远到了月球。在这2批解密档案里，有一个共同的让人浮想联翩的主题，那就是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太空人留下的目击记录。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65年的双子星7号任务。太空人在和休斯顿地面基地的通话里提到，在10点钟方向的高处，有一个不明物体，看起来由上百个小型颗粒组成，距离太空船只有3到4英里。更让人吃惊的是，太空人随后回报，他们甚至能看见这个不明物体的推进器。到了阿波罗时代，记录越来越多。阿波罗11号那位最著名的太空人艾德林在解密的访谈里提到，他在飞往月球的旅途中观察到一个相当明亮的光源。阿波罗12号的太空人艾伦宾则描述自己看到粒子和闪光在太空里航行，看起来像是从月球上逃脱出来的。而1972年阿波罗17号的记录最为惊人，太空人形容舱外掠过的明亮粒子简直就像美国国庆7月4号的烟火。在阿波罗17号的返航阶段，他们还观察到一个遥远的、闪烁着的、旋转的物体，它有着固定的闪烁频率，先是一个非常亮的闪光，然后是一个较暗的闪光，来回交错。第2批档案里还公开了一段珍贵的音档，这段音档来自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2次登月之后，返航途中以及返回地球后的医疗汇报。3名太空人康拉德、戈登还有比恩在录音里详细描述了一件怪事。他们说，在太空那片绝对的黑暗里，即使他们闭上眼睛准备休息，眼前依然不断地出现奇怪的闪光。美国国防部在 UFO 网站上写道，太空人们都报告说，这些经历发生在黑暗中，发生在他们试图入睡的时候。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一张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期间拍摄的照片。照片里，
月球表面的上方清清楚楚地出现了3个亮点，这3个亮点排成了一个三角形。五角大厦在这张照片的附加说明里写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们承认，对于这个异常现象的性质，目前还没有共识，但是一份新的初步分析显示，它很可能是一个实体物体。你看，三角形又出现了。新墨西哥州夜空里的绿色光球，2025年那位情报官员看到的橙色光球聚合成的三角形，月球上空那3个排成三角形的亮点，隔着几十年的时间，隔着38万公里的距离，同样的形状，一次又一次地闯进了人类的视野。这个三角形值得我们多想一想，为什么偏偏是三角形？在人类自己的航空史上，三角形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队形。3架飞行器组成一个三角形，是最稳定、最便于彼此观察，也最便于协同的编队之一。如果月球轨道上那3个亮点真的是3个各自独立的物体，那么它们排成三角形，就和伊朗海域上空那4架排成方阵的 UFO 传递着同一个信号，那就是这背后有一种我们陌生的秩序，有一种我们读不懂的纪律。乱飞的碎片不会排成三角形，迷路的冰晶不会排成三角形，能排成几何队形的，只有被某种意志所操控的东西。一个在伊朗的海面上，一个在月球的轨道上，相隔着遥远的距离，却仿佛出自同一套规则。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把它留给你去细想。当然，我们也要公平。对于阿波罗太空人看到的那些闪光 ，NASA 的医疗团队后来给出过一个比较理性的解释。他们认为，太空人在闭眼休息时看到的那些光束，可能并不是来自飞船外部的真实物体，而是太空人的视觉系统受到了宇宙射线的撞击，从而在大脑里产生的一种光幻觉。对于那些舱外的亮点，也有人推测可能是飞船脱落的冰晶在反射阳光。这些解释有它的道理，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可是，一份份解密的档案就是这样把我们夹在了中间，一边是理性的、谨慎的、保守的解释，另一边是那些怎么也解释不通的细节。冰晶反射能解释月球上空那个被官方分析认为很可能是实体物体的三角形吗？宇宙射线的幻觉能解释双子星太空人说自己看见了推进器吗？档案没有逼你相信什么，它只是把所有的碎片都倒在你面前，然后说你自己看吧，你自己想吧。好了，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摊开在桌面上，一起来看。2022年8月，4架 UFO 在伊朗海域编队飞行。2023年2月，一架 F-16 在休伦湖上空把一个钻石形物体打成了碎片。1976年9月，德黑兰上空的 UFO 瘫痪了2架 F-4 战机的仪表和武器。一场神秘的围捕里，13架战机追不上一个不明物体。2025年年底，一位现役高级情报官员被橙色光球悬停在直升机的旋翼上方，吓得说不出话。1948年到1950年，新墨西哥州的核设施周边发生了209起目击。从双子星到阿波罗，太空人们在地球之外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了无法解释的光。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让人不安的图案。这些不明飞行物，它们飞得比我们快，转得比我们急，它们能变换形状，能分裂，能合体，能瘫痪我们最先进战机的电子系统，能让我们的飞弹在发射的那一刻变成废铁。他们对我们的核武器有兴趣，对我们的战场有兴趣，对我们在波斯湾的军事对峙有兴趣。他们已经这样注视我们至少70-80年了。我知道到这里一定会有人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质疑，这些东西会不会根本不是什么外星文明，而是某个地球国家偷偷研发出来的秘密武器？这个质疑很有分量，我们必须正面回答它。确实，人类在航空领域的某些黑科技是高度保密的，可是问题在于1976年的德黑兰事件距离现在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如果那个让 F-4 战机仪表全部失灵还能分裂出子体的东西是某个国家的秘密武器，那么这个国家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掌握了反重力或者类似的技术。一个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国家，50年来却一点都没有把它用在民航，用在能源，用在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上，这合理吗？而且这些不明飞行物出现的地点遍布全球，从伊朗到密西根，
从新墨西哥到波斯湾，甚至出现在月球的轨道上。没有任何一个地球国家有能力把这样的东西同时部署在这么多地方，并且瞒过所有其他国家的雷达和情报网。秘密武器这个解释看似稳妥，其实一旦深究，比外星文明的解释还要难以成立。而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在2023年的休伦湖上空对着他们开了一枪，这就是我们影片标题里惹大祸这3个字最沉重的含义。我们始终不知道那个被 F-16 击落的钻石型物体到底是什么。如果它真的只是一个迷航的探测气球，那么这件事就只是冷战式恐慌之下的一场小插曲。可是如果它不是呢？如果在那个菱形的外壳之下藏着某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智慧，那么人类用一枚飞弹主动终结了它，这在那个更高的文明眼里会被解读成什么？是一次无知者的冒犯，是一场可以原谅的误会，还是一个必须回应的敌对的信号？我们对着一个我们连本质都搞不清楚的对象动用了武力。在人类自己的历史上，这样的行为从来都不会没有后果。哥伦布的船队抵达新大陆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当一个落后的文明遇上一个他无法理解的存在，并且还对他挥了拳头，这通常不会有什么好结局。我必须说清楚，这只是一种推测，一种最坏的设想。也许那个物体真的就是气球，也许那些 UFO 对人类根本毫无敌意，也许他们只是宇宙里沉默的观察者，永远不会干涉我们。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档案的分量在于，他把这种设想从一个纯粹的幻想变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现在逼着我们去想这些问题的，不再是某个小报的标题，而是美国国防部官方网站上那222份盖过机密印章的文件。讲到这里，我们回到影片最开始的那个问题，第2批 UFO 文件曝光了，你还敢不信吗？其实信或者不信已经不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了。真正的重点是，当美国政府亲手把 UFO 这3个字印在官网上，当222份档案摊在阳光底下，当10亿次的点击汇成一片无声的追问，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被推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路口。过去几十年，主流社会处理 UFO 这个话题的方式是嘲笑，看见光的人被当成疯子，报告目击的飞行员职业生涯会蒙上阴影，谈论这件事的人会被贴上民科的标签。这种嘲笑像一张柔软又厚重的毯子，把所有的不安都盖了起来，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过日子。可是现在，这张毯子被掀开了，掀开它的不是别人，正是过去最热衷于盖着它的那个政府。当嘲笑这个选项被拿走之后，我们就只剩下2条路了。一条路是继续回避，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把那222份档案当成又一场无聊的政治表演。另一条路是鼓起勇气，认真的、诚实的盯着那些无法解释的影像，问自己一句：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会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意味着人类从来就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我们只是一个还很年轻、还很鲁莽的文明，在一个被注视已久的角落里，刚刚学会玩火。它可能意味着伊朗那4架编队飞行的 UFO， 德黑兰那场半个世纪前的遭遇，月球上空那个三角形的光点，这些散落在时间和空间里的碎片，其实一直在拼写着同一句话，而我们只是一直不愿意把它读出来。而它可能还意味着一件更沉重的事。回想一下我们这趟旅程里，人类面对这些不明飞行物的每一次反应吧。1976年，我们派出战机去拦截、去锁定、去准备发射飞弹。2023年，我们干脆扣下了扳机，把一个物体打成了碎片。我们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恐惧，是敌意，是把对方当成需要消灭的威胁。可是反过来想，那些不明飞行物呢？他们有能力瘫痪我们的战机，有能力让我们的飞弹离线，他们的科技显然远远凌驾于我们之上。如果他们真的怀有恶意，以他们展现出来的能力，人类文明恐怕早就不复存在了。可是70、80年过去了，他们始终只是在看，在飞，在编队，在巡视。是他们在克制，还是我们运气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藏在第3批、第4批，甚至更多批的档案里。我不会在这里告诉你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没有人有标准答案。
连发布档案的美国国防部都承认，许多现象尚未经过足以解决所有疑问的分析。我只想请你做完这件事，下一个晴朗的夜晚，找一个远离城市灯光的地方，抬起头，认认真真的看一看那片星空，那片你从小看到大的，以为自己无比熟悉的星空。看完那222份档案之后，它在你眼里还会是原来的那一片吗？那些一闪一闪的光点，全部都是你以为的恒星和行星吗？会不会其中的某一个正在以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静静地回望着你呢？第3批档案已经在路上了，这个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而你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假装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切了。